最重要的问题在哪里呢？最重要是日本的 F-15 距离中国大陆这个辽宁号的航母大军太近，你怎么进到52公里？美国的话是扩清它的空域是200公里，200公里你不能进来，你进来是干嘛？对我有什么威胁？万一你一发射空对舰的反舰飞弹，那我不是根本来不及时间，你靠那么近，所以美国是200公里，那你日本跑到52公里那么近，中国大陆它一定要起飞拦截，不拦截，它算失责啊，指挥官一定会下令啊。解放军的歼15的雷达锁死了 F-15长达30分钟的时间，却是没有任何的察觉。170公里外，他已经做了这个猎杀距离的曝光，日本的空防是不是被无声破解呢？第二件事情，今天也会来关心到的是大陆的9天无人机航母首飞了。接下来我们会来关心在整个第一岛链的军事的攻防规则是否会被改写？最后来关心到的是歼15猎杀 F-15，再加上9天无人机航母亮相，但是至今注意到了解放军的山东号跟它的福建号航母都没有参与任何的演习，甚至不出港。习近平是在默默的准备些什么事情吗？今天就这些议题都会一起的来做关心。赶快来看到，这不是擦枪走火，而是空中猎杀的前奏。本月6号，大家还记得吗？当时的事件就是解放军的歼15锁定日本的 F-15，开启了有人一个说法是火控，或者是只是一般的照射的雷达锁定，但是现在有一个细节曝光了，这是来自于日本的新闻媒体自己做了一个报道，说歼15的雷达探测距离长达170公里，其实是远远高于自卫队 F-15的雷达只有100公里的一个探测范围。重点是这一件事情更惊人了 ，F-15战机可能一直被锁定，直到30分钟之后才发现自己已经被锁定了。我们来看佳能的研究员怎么解析这一件事情。他说，日本的 F-15啊，虽然已经改良了，但他认为它的基底依旧是1970年代的战机，雷达性能跟歼15，他认为仍然存在非常大的落差。这代表30分钟之后才发现这个威胁性到底有多大。改良后的 F-15，除了我们看到它的雷达，还有哪一些性能可能不如解放军的歼15呢？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是这个样，因为这两型的飞机，中国大陆的歼15战机跟日本的 F-15J，这个差在哪里呢？因为这 F-15毕竟老旧了，40多年了，它雷达系统由 AN/APG-63提升到 AN/APG 拐动，就是 AN/APG-70了，那性能它搜索的距离大概就是100公里。然后这个雷达我们知道用久了会衰退，就好像你的灯泡用久了，它的流明度没那么亮，还是亮啊，但是没有以前那么亮。你刚买了觉得好亮哦，雷达也是这样的，它衰退会很快的。然后这个中国大陆的歼15，它就是新的雷达，相位正亮，所以它搜索的距离，我们搜索的范围是左60度、右60度，120度在往前面搜索的。那平常都是搜索模式，在搜索模式呢，我们在那个抬头显示器上面呢，看到上面这个雷达上面呢有几个目标很清清楚楚，上面还有标距离，就是好像那个3环靶一圈一圈，比如一圈是20、60、80这种，一看就看出来这个目标了。那你要不要去锁？你一锁把那个圈圈一套，这个 ACQ 一按就锁到它了。它这个搜索模式就进入追踪模式，我们就讲的锁定，就是这样。然后 F-15就被锁定了。F-15锁定了，它刚开始有时候还不知道被锁定呢。锁定的时候，被锁定的飞机耳朵会听到嘟嘟嘟嘟嘟，因为它的雷达预警系统就 RWR 就开始接收到信号，你被锁定的信号。那被锁定了，它就会警告嘟嘟嘟，那你飞行员赶快知道我已经被锁定了，对方随时会发射这个对空飞弹来打我，是这个样子。那最重要的问题在哪里呢？最重要是日本的 F-15距离中国大陆这个辽宁号的航母大军太近，你怎么进到52公里？美国的话是扩清它的空域是200公里，200公里你不能进来，你进来你进来是干嘛？对我有什么威胁？万一你一发射空对舰的反舰飞弹，那我不是根本来不及时间，你靠那么近，所以美国是200公里，那你日本跑到52公里，太近，那么近，中国大陆它一定要起飞拦截，不拦截，它算失责啊，指挥官一定会下令啊。但是今天日本犯了2个错误，一个距离太近，第二个日本用兵错误。日本的E-2D为什么没有起飞？它的空中预警就要起来嘛，日本没有起来空中预警，日本犯了这个大的战术错误。那个中国大陆这个辽宁号航母打击群呢，我们知道它旁边呢有飞弹驱逐舰跟飞弹复位舰，这个舰上有对空搜索雷达，
对空搜索雷达把这个信号收到之后呢，把这个信号告诉这个歼15，歼15有它机载雷达，又有这个军舰上面的对空搜索雷达的讯号，又给歼15，所以歼15看得好清楚，整个战场透明度就出来了。日本没有战场透明度，中国大陆有战场透明度，是差在这个地方。所以今天站在整个搜索，我们知道做任何的战术动作都要有目标获得，在目标获得上，中国大陆占了优势，日本占了劣势。为什么一突敌不起来？美国的EP3，美国的这个空中雨击为什么也没帮助日本？没有，就是你自己去执行任务。所以日本在调兵遣将上面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距离又近，又没有派空中雨击。中国大陆它有对空搜索雷达的军舰，跟它做link 就是链接，然后又自己的这个机载雷达。所以我们来看这两型的飞机在战术战场上，中国大陆就占了上风，日本占了下风。第二个在性能上面呢，中国大陆这个歼15的雷达是新的170公里的搜索距离，很远。日本的 F15J 是100公里 ，NFG 70嘛，就是100公里。那你这样的话，谁先发现？在战场的步势上面，中国大陆占优势；飞机的性能上面，歼15也占优势。当初日本的 F15J 它是第一代的，它第一代的时候，我们知道那时候是类比信号。我们现在战斗机都是数位信号，而且都是飞控 （fly by wire） 线控，非常灵敏。那 F15J 那个时候还是钢绳的时代因为是40年前是类比信号在这一方面，整个空战空优的这种状况，还是歼15要比日本的 F15J 来的略胜一筹。我们要这样子看，因为你要知道，现在都变成能够 link 在一起了。当然，日本有老一代的 link 的模式，但是问题是跟先进的比起来。你有结构的问题，你有时候改飞机这个改那个改，有它空间的限制，还有电压的限制，还有软体的限制，好复杂。你解决电的问题，软体解决了没有？没有，还是没有办法。你有解决了电的问题，也解决软体问题，你散热问题解决没有？还是没有啊。所以环环相扣，好复杂最后一个我要谈电战。那电战能力的话，我判断美国没有把中共的电池频谱，美国所收获的分享给日本，没有。没有给你，除非钱给我，因为这是我宝贵的军事情报。你日本给我，美国你不给我也不给我，这是我的宝贝。而且不能外泄。我判断没有给日本，所以日本对中国大陆的电战的参数并没有完全掌握。所以那它只有我们知道打仗打电战你要干扰霹雳1洞、霹雳12或霹雳15的空对空飞弹，电战系统很重要你有没有这个日本的 F15J 有没有具备完整的电战能力？因为它到最后是自我保卫。你这个自我防卫的，日本没有 F18的咆哮者的这个电战机，那靠自己飞机的自身的电战能力。他那天也没有派他自己的电战机你没有派电战机，那你要靠自己的这个自卫式的电战系统。有没有挂电战夹舱？我判断他也没有挂电战夹舱。那你的电战能力是非常弱，你只能丢火焰弹跟干扰丝，你就靠这两个传统，丢火焰弹、丢干扰丝，那是影响有限的。万一中国大陆的霹雳15的空对空飞弹跟霹雳1洞的空对空飞弹是具有抗干扰能力，那你这个干扰丝跟火焰弹是没有用的，是效果是非常有限，你会被击落我们看日本在整个用兵的布势上面呢，出了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就占了下风，然后只能讲自己被锁定了。就没有办法了。辽宁号的这个路径闯入了在美日原本的这个训练空域当中，而且加入了刚刚提到的补给舰。解放军是在测试远洋要把它常态化吗？到底会在这边走多久呢？是要打破日本的整个防线节奏吗？美日台海这个增援的这个援助线会不会遭到封锁呢？第二件事情来看到是在第二岛链，现在又发生什么事情了？来看到大陆现在密集的在这个地方密克罗尼西亚，也就是二战日本跑到这边重建这个地方很关键，因为它其实在第二岛链离关岛只有仅900公里而已。大陆是在对美军太平洋后方来直接亮剑吗？最后我们今天也会来关心到，在6号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
当时解放军它的这个军机，也就是歼15的雷达，不是锁定了日本的 F-15整整30分钟的时间吗？日本第一时间其实一开始没有说太多话，但是几天之后，小泉也出来说话了。小泉特别有提到，中方啊，确实他们是有通报那一天会做演训的，但是小泉也说了，中方没有给任何有关于空域时间跟坐标这场演习的相关资讯。这样子的一个发言是代表说，大陆方面资讯的疏漏，还是故意让日方没有办法去避让呢？高市这个时候急着找川普来见面，原因又是什么？今天都会一起的来做解读。我们先来关心到辽宁舰的一个动态，因为这是来自于日本防卫省紧急证实的。辽宁号现在一直走，已经杀到了东京冲之鸟岛北方的一个海域，并且和补给舰一起来做会合。疑似呢，现在看起来它是不是要展开一个比较长时间，甚至现在预估啊，来自于日本防卫省的预估，可能长达1个月的远洋的一个行动呢？而且在过去短短3天，辽宁号的舰载机起降次数也非常的频繁，高达了140次。我们来看到日本的官员又怎么说呢？他说，现在如果来观察一下辽宁号的轨迹呀，其实是和当时美日这个演训的空域的轨迹是有相似的。我们来请导播 Q 到下一张 CG 来带我们看一下这几天辽宁号到底是怎么走的。来，我们请导播 Q 一下。好，辽宁号其实从12月5号到12月9号，来自于日方特别的公布，大概是这样红线这样子走的。好，那也就是沿着包括了日本，等于是绕着日本，然后也有经过在这个宫古海峡这边，然后呢一路的往这个琉球的南方，再往刚刚提到的冲之鸟岛的北方来做这个路径的走啊。那么大家也在看说，辽宁号的轨迹是不是有意要侵入，也就是这个美日原本的演训空域跟舰载机在这边做起降，他认为这是一个挑衅的行为。我们再回到上一章，那其实呢，现在更让美日非常紧张的事情，还有就是在琉球的东南海域。东南海域这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美军横须贺航母群还有日本舰队南下支援台海必须要经过的地方。但是看到解放军的各种武器现在都摆出来了，不管是055啊，或者是052D 等等。中国媒体形容这是行动版本的封锁行动，而刚刚提到的，其实这个解放军对于美日的警告不只是在第一岛链而已，是不是也包含现在还有第2岛链呢？因为地缘专家这边也做出了一个评估，说中国大陆现在正在这个地方密克罗尼西亚重建2战日本帝国的机场跑道，这个地方离关岛第2岛链只有900公里而已。我们来看到跑道的规模，包括了它的长度啊，1000公尺，宽100公尺。过去美军曾经试图要去修复这个地方，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要特别来请教将军怎么看辽宁号这一次闯入美日的训练区，是在测试美日的底线吗？加入了补给舰所代表的意义又是什么？厉将军怎么看？我请导播把刚才那张辽宁舰的航行图，那张CG帮我们放出来。我跟各位报告一下这是这个美日这个联合演习的位置就是在12月6号到12月7号这块区域，美日在这边做这个联合的军演，那总共划分为3块区域，那很明显的辽宁号从他们中间切过去了。这要勇闯3关这个我如果说是关羽当年过5关斩6将，他虽然说没有斩6将，但是也勇闯3关，从这边闯过去。在我们看这张图之前，我再给各位看一张图，非常巧妙。大家记不记得高市早苗什么时候上美国的华盛顿号航母去？大家记不记得那时候他跟川普2个坐着直升机，还在这个军舰上面这个手舞足蹈在那边跳舞。那天是10月28号，完了以后，川普就到韩国去参加 APEC。可见的华盛顿号航母那时候是停在日本横须贺这个军港的那我给各位看一下，因为这个最新的讯息来讲，因为这个还没有办法掌握到后续的建制的活动，我现在这个讯息只有到12月7号。那你看，在太平洋这个西部来讲的话，中国的辽宁号正在跟美国的华盛顿航母两者正在跳一场 tango 的舞我们看一下。这个12月4号的时候12月5号的时候，辽宁舰还在这边正要出发。那12月4号的时候，华盛顿号在哪里？在关岛。我刚刚讲了，他之前在横须贺，他为什么这时候到关岛了？表示他是不是已经知道有这个默契，
知道说是辽宁号要从这边过来，所以他先避开了哈，他先避开了，这就是跳探戈嘛，你进一步我就退一步哈。第二个来讲，我们看辽宁号12月7号到这边的时候，那这个时候这个华盛顿号它开始准备要回去，12月7号它到这个位置，准备要回华盛顿航母。哎，这时候辽宁号干嘛？我们再回到刚刚那张图，我给各位看一下，你就知道哈。我用这张图来看，好，各位可以看到哈，这个时候辽宁舰掉头了，他不再往北了，他回头，就可见得说是他要过来的时候，这个华盛顿号让开，华盛顿号要回去的时候，他往南走。双方都避开。那双方来讲是巧合，还是双方有事先沟通过，这避免王见王很尴尬哈。所以我们知道如果从以上这种动作，很明显的高市早苗被川普卖掉了哈，他根本就不晓得其实中美之间是不是有这种默契。那唯一一个没有参与其中的那个人叫高市早苗。但是现在来讲，原来辽宁舰过来的时候，在这个地方它是没有带补给舰的，它只有带这个护卫的055大驱跟054护卫舰。那我们原来以为它是会从大隅海峡那边绕一圈就回去了，因为如果你没有补给舰，你在海面上面航行时间是不能够长久的。但是这个属于一种战术性威吓的行动。可是当补给舰到了以后，就从战术提升到战略层级，因为它会在这个地方停留时间会很久哈。那会多久？我们现在原则上，如果是一艘的话，那可能是1个月的时间。那它有可能换了，我第2艘的补给舰再来，那这个时间很长。那第3个，为什么要停在这个地方停那么久？很明显的，因为高市早苗讲的那句话，就是如果说台湾有事，就会启动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那他就会做什么？可以行使集体防卫权。什么叫集体行使集体防卫权？顾名思义，就是联合美国、日本还有台湾来共同跟解放军来这个对战哦，所以叫做集体行使防卫权。那日本来讲，如果说要介入台湾军事行动要介入台湾的话，很明显，他一定不管是美军从横须贺军港要下来，或者是日本的军舰从这个东京湾各个军港会往南行驶。那各位可以看到哈，如果这时候我们看一下，如果这个时候哈，它停在这个地方，辽宁舰航母战斗群停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很明显的就是反介入跟区域拒止？对，我们原来以为反介入区域拒止是针对关岛美军的基地，但事实上如果说针对日军来讲的话，它在这个地方也可以做一个反介入跟区域拒止的作战，这是第2个目的。我觉得就是很明显他在做这个演练。第3个，我觉得这个时候停留在那边1个月是加强部队的训练，因为这时候天气是冬天，所以北方那边是严寒气候，尤其是这个礼拜6，听说这个寒流会来，包括我们台湾都会很冷。那何况纬度这么高的舰艇在那个地方，再加上东北季风，我想风浪一定很大，对海军的官兵来讲是一个很严格的一个训练。所以我觉得仗在哪里打，部队就要在哪里训。以后仗要在这边打，那解放军就在这边练兵，然后从苦从严从难，在最艰困的气候之下，从事最艰难的训练。好，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目前解放军的位置，这个辽宁号主要都还是在第1岛链，目的除了做这道区域拒止之外，还有不断的做它的演训，做它的训练。那另一方面，我们也来提到的是说，会不会它已经不再只是存在第1岛链而已？现在呢，它把它的势力扩大到第2岛链。我们要来持续关心的就是大陆现在在密克罗尼西亚重建的2战当时的日本的这个跑道。这个是第2岛链的前置基地，还是对关岛直接亮剑？解放军真的有办法打到第2岛链吗？委员怎么看？这个所谓的地缘政治专家发这一条消息啊，真是白目到家了。那是很单纯的中国的民间企业去承包这个机场的修护工程而已。为什么我很确定这样说呢？第一个，这个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啊，它有7个机场，这个机场也不是离关岛最近的。换句话说，他们大部分有607个岛礁。整体组成主要叫做加洛林群岛。那加洛林群岛哈，这个瓦雷埃啊，它是 atoll， 是一个环礁，它不是一整块的，它刚好是在最靠近这个西边的，而它北面的还有2、3个机场离关岛更近，所以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啊。那第一个，它有7个机场，它不是唯一的机场。第2个，更重要一点了，密克罗尼西亚。它本来是美国托管的土地，然后
在1979年经过公民投票独立，1986年跟美国签了一个叫做自由联系条约。什么叫做自由联系条约？表面上叫自由，但是联系的意思就是我是美国的附属国，也就是它独立只有在内政跟部分外交独立，其他的国防全部归美国管。那你说这个国家被美国国防控制的，解放军可以盖一个第二跑道，还可以做军事使用，这会不会太白目的一个判断了？那不可能的事情，就是很单纯的找个民间公司去承包。那或许中国政府有补贴一点，但是基本上还是美国出钱在养这个国家，它的地位跟什么一样？跟帛琉一样，跟帛琉一样。所以，我是觉得这样的判断说，哇，这个第二岛链机场就是中国在兴建，这中国又要控制，中国要用，就跟当时的香港大公报在炒作那个什么那个巴拿马运河一样，无知啊。好，这个是针对于这一件事情，有关于第二岛链的兴建。那我们也来重拾一下当时中日争议的这个事情爆发。其实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就是在6号当天，大家还记得吗？当时解放军的歼15不是用火控雷达锁定日本的 F-15整整半个小时的时间吗？这件事情6号发生，那其实日本的官方也没有做太多的回应，只有做批评。但是事隔多天，在昨天的时候，小泉进次郎他突然间针对这件事情出来说明了，他就承认说，确实啦，没错，中方当时确实有事前通知日方说他们要进行飞训，但是小泉进次郎也批啊，他说自卫队还是没有收到任何中方有关于他们演训的空域时间跟具体的坐标的资讯。好，另外官房长就态度更强硬了，他说不管怎么样啦，大陆就算有没有通知你侵犯领空，我们还是要做反制。那另外一方面，确实现在高市早苗面临非常大的政治压力，他也在10日公开喊话，尽快要和川普见面举行领袖会谈，被视为是不断的向美国喊话，要来对中国大陆施压吗？赖老师怎么看？这些论坛、这些论点都是军国主义者的论调啊，这个非常的明确。为什么？因为第一个，没有人进入日本的领空，所以日本的自己的防卫部门也说，大陆都没有进入日本的领空。那既然没有的话，那你穆延展讲的什么鬼话啊？也就是根本没有进入你的领空，那你怎么突然间讲说只要侵犯领空就要反制？没有人进入领空啊！这个我想这是一个第一个非常明白的一件事情，这是叫做鬼话。第二个呢，就是小泉一开始的时候就讲谎话，中国大陆明明有通知，他故意说没有通知，所以他说谎，而且故意在半夜2点的时候，那么告诉国际说他那个中国大陆侵犯我们了，那他是公然说谎。第二个呢，根本没有用火控雷达，他讲成用火控雷达，好多人还引用日本的说法，而不用中国大陆说法。中国大陆说我是用雷达照射啊，那日本就说是火控雷达，那很多人就相信日本人。那军国主义者一直在说谎，还有人会相信他们，然后用火控雷达，这个简直是一个人类间最大的笑话。好，现在小泉自己也知道，大陆一个证据一个政治牌给你看的时候，那难看啊，因为你用火控雷达上面都有记录嘛，那不是火控雷达嘛，所以他自己就悄悄的又改变成为叫做雷达照射啊，这个就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他们一贯的伎俩。好，那现在的问题是这样子，他现在2次说谎都被打脸了，那怎么办？就只好硬凹，说你没有告诉我具体的坐标。我想请问一下，航母是移动性的，你刚刚看到一个航机图，你已经告诉我们了，它从12月6号以后到7号的时候走了600公里。12月6号到7号走了600公里，都在移动的时候，我还告诉你我的航向啊！这全世界哪有这种事情？我还告诉你我的航向，这个简直是人类间更大的笑话。所以这个人讲的都是没有知识，连常识都不如的一个笑话。这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部分。第三个，11月7号，当你高市早苗开始在挑衅中国大陆的时候，中国大陆3艘战舰都已经穿越你大隅海峡到你的青津海峡了。这个等于是2国之间的军事的紧张关系已经拉高了，拉高了，你就自己知道说，如果你要再去惹的话，那情况就会恶化。小泉接着跑去与那国岛说：“我撞了034哦，我要打你哦。”那中国大陆无人机就飞过来了嘛。好，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双方的关系紧张的关系越来越拉高了。现在航母穿越了宫古海峡，在国际公海这个海域进行这个起降的演训，已经通报你了，说我现在开始进行起降演训了。那理论上讲，一般来讲，一个正常的一个国家，它基本的做法就是说保持一个距离，保持一个距离，而且呢，通常都是水面的舰队跟在一个安全的一个距离。过去的标准做法都是如此。结果你多次的派你的战斗机，尤其是 F-15的战机，你飞到这个里面来，被照那是刚刚好而已，把你赶走只是刚刚好而已。被赶了以后被照了，那技不如人嘛。大陆解放军的战机就是比你好嘛，然后被人的装备就是比你好，你被打败了还哭哭啼啼，然后连续说谎，这个简直是人类间最可笑的事。我是看到那个军国主义者，我就觉得这种嘴脸真的是对我们来讲太熟悉了。我从小我父亲就告诉我，他们都是抗战过来的，他们就说日本人就是满口谎话，这些军国主义者就是满口谎话。中国大陆的航母辽宁号正在绕着日本航行之际、演训之际，日本防卫省丢出了一个震撼消息。现在看到的是中俄之间他们的战略轰炸机已经联手出动了。要特别注意到的是，这是第一次中俄的轰炸机跟中国大陆的航母同时一起行动。空中压境的画面，我们先来看到，包括了2架俄罗斯的图95轰炸机从日本海进入到东海之后，在上空和2架来自于大陆的轰6轰炸机一起做汇合。下一张图片，我们来特别看到他们走的这个行进，请导播特别来帮我们放大看。好，这是日方特别公布的有关于中俄他们的轰炸机行走的途径。我们来看到的是2国军机是一路沿着对马海峡4国外海到太平洋，最后是绕到了宫古海峡，完成了这个长距离的一个战略巡航。当然，在往返的这个宫古海峡途中，又后来再加入了包括了4架的歼16加入护航。回到上一张，我们持续看到同一时间，日本的上空还出现了包括俄罗斯的预警机跟2架苏30的战机。节目一开始，我们要特别请教舰长如何看了大陆的航母辽宁号，再加上中俄他们能够挂核弹的这种轰炸机绕行日本，特别剑指包括了不管是对马、宫古海峡，我们要来解读这当中的战略意涵。中俄对日本的战略施压会不会持续的上升再加码？舰长怎么看？我一开始接触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都觉得这是一个例行的嘛，就好像老共如果对台湾不满，这个环台军演，到后来也都是就这样落幕了。可是最近我开始看到中日的这个东西开始我还在抱着看热闹的心情，我也就会慢慢淡去了。可是我告诉你，我现在的心情非常沉重。我很少去耸动去说一个事情，可能我杞人忧天，大家去听听看我的这个想法第一个，我先说这次是派了一个航母辽宁舰去那里你知道所有的军舰它每年都有一次考试，大概1年要1次。大家可以看到所谓的战斗群的训练这个资料，大家可以看，我很快的讲一下辽宁舰的时候，你看到没有？刚开始成军不算，后来你看到没有？2021、2022、2020、21、22、23说它大修，所以2年空了。25又1次，这一次呢，你看到没有？这是山东23、24、25。几乎1年1次，就是他的一个测验考试。可是辽宁这一次最近又跑到了那里去起降直升机了。他我到那里几天，他上次什么时候？今年5月。所以我现在可以肯定的告诉你，如果我们按这个来看的话，这一次解放军是真的专门派的是辽宁舰去威吓日本的。就在他那里，而且就在他的那个叫做琉球群岛这里。那我在想说他这次为什么要这么严肃呢？这次当高市早苗说这个事情的时候，大家都在想说，你就是要介入台海嘛？你有没有发现北京很厉害？他不跟你吵，你有没有权利介入台海？他把时序一下拉到了2战，先个是跟那个习近平打电话跟川普说，你们这个破坏2战后的秩序，什么写信给联合国秘书长，什么战败国、战胜国，什么反法西斯，什么日本要这个军国主义复苏，他把它全部拉回去了，你知道？那你一拉回去之后，如果我今天跟你讲说你不能干涉台湾，那还有得吵，台湾地位啊什么这个来讲呢？可是当他拉回2战的时候，我告诉你，没有人能够支持2战的战败国，那就是日本。你知道在整个亚洲有2个战胜国。俄罗斯跟中国，
所以他们两个现在团结起来，你会发现他在威胁的就是日本。为什么？因为我仔细想想，你以为只是日本吗？我不认为，我认为这最后牵扯到台湾，因为北京现在最大一个问题，大家去想哦，是什么？你知道？台湾的统一。你知道这是他的一个历史使命，他非要做。可是你可以看到，很多人都说你这样做起来会打得很大。那台湾很大一部分人知道说，其实我们打不过解放军，可是美国国际盟友会帮我们。你看，这次日本是不是就说就要帮我们了？我跟你讲，有史以来，如果北京要觉得抓到一个机会，要证明给你们看啊，将来美国跟国际盟友绝不会帮台湾的机会，就是现在。你有没有发现？因为你讲了嘛，然后我就做给你看，我一定逼到你，叫你退回去。完毕之后，整个东北亚的秩序，大家去想哦，整个重塑，谁是东北亚的老大？北京。那以后如果说他去武统，台湾就要去想了。上一次日本弄成这个样子，老美都不出手，他会为我出手吗？所以我就突然觉得说，大家等着看，不会退休。他到最后会逼到什么地步？我告诉你，第一，高市早苗一定要道歉；第二，高市早苗要清楚的说明中日友好条约那里面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要不说出这个东西，他会一直逼下去，最后是打给台北看。这是我的担忧。好，现在看起来整个中亚的战火可以说是一触即发哦。中国大陆这一回透过跟俄罗斯的这一场行动，等于是向这个日本施压之外，当然在背后也是警告台湾，当然在背后也有警告美国。那第一岛链当中另外一个国家有没有也要对南韩趁机施压呢？我们现在也持续来关心，因为我们看到中俄的空军刚刚讲了嘛，是对日本下手，在巡航的途中，现在呢也在警告南韩吗？7架的俄罗斯的军机跟2架中国军机先后闯入了南韩这个防空识别区，停留时间是长达了1个小时。于是呢，南韩它的战机就被迫紧急升空，来采取战术来特别做应对。中俄的轰炸机经过，这个是巧合还是顺带威吓南韩呢？有没有可能对日韩实施核打击？接下来他是不是也在暗示李在明你要注意了？干哥怎么看？这绝对不会是巧合。当然，中俄之间的联合的空中的演习是每一年会举行1次到2次。那我非常同意刚才舰长讲的，因为这是不太寻常。为什么？来，我们来仔细解析这张图哈。你现在看哈。Tu-95图波列夫95型轰炸机啊，它是什么？它是从哪里？它从鄂霍次克海南下之后呢，它就会经过什么？它就会经过这个宫古，不是那个对马，这就是对马岛。经过对马海峡的时候，它你看特别停留了一段时间，然后呢，它的飞行的速度变成缓慢，然后你还可以看到说在右边。那这个是 A-50的空中预警机跟苏凯30战斗机，他们也在这边演训，但是唯独只有 Tu-95哦，它继续南下，通过了对马之后，南下到了东海，再跟粉红色的中国歼16战机，还有橘色的中国轰6轰炸机在东海汇合，所以大家就看到说。它有一个南下的箭头，一直到这边之后汇合之后，再继续南下。这里就是琉球，这里是奄美大岛，这是日本，这是4国啊。所以他们在这边汇合之后，这个是一个汇合点，再往上往这个太平洋东岸去进发，最后再折返。我们图就没有再示意给大家看了啊。大家就晓得说，这个好像不是他们以前联合训练应该走的路径吧？对，我可以告诉各位，就不是以前的路径。现在这样走的意思就是什么？就告诉你说，高市早苗，我们今天这样飞了，而且我们是跟中国联合飞行训练的时候，你就晓得说这个事情没那么简单，是不是应中国方面的需求？我们不知道，但是我敢讲，俄罗斯空军他今天愿意，为什么大家会发现说 Tu-95在没有？因为你看苏凯30跟那个预警机，他们只在这边演训，没有跟着下去的原因是航程不够。唯一可以飞那么远而可以带核子弹的，就是 Tu-95雄式轰炸机。它这一次的航行距离，我觉得已经到了它的极限了。为什么？
这恐怕往返已经飞到了1000多公里。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认为一般就是俄罗斯国防部他不会这样子演训，他就是因为受到了某种请求或某种默契，所以说我们就这样飞一圈，飞给谁看？飞给高市早苗看。大家现在能够理解，而且就像舰长讲的，这个事情不解决，以后更多，继续像这样子的演练。所以他在通过宫古岛，不是，他在通过对马的时候，他遇上了韩国的 KDIAZ， 就是韩国的飞航情报区。他经过了这个地方的时候，韩国战斗机必须要起飞拦截。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其实坦白讲一句，韩国的这个飞航情报区上面也跟俄罗斯有争议。那这个地方呢是跟中国有重叠的地方。其实坦白讲一句，大家多年以来都相安无事。可是这一次韩国竟然出动战斗机，就是因为你靠太近了。中国为什么会靠太近？为什么这一次连韩国都怕了？韩国起飞的是它最精锐的 F-15 那日本起飞的也是日本最精锐的 F-15J 那你说他们两国都出动最精锐的飞机，就是因为他们认为局势不太对，所以这是几乎是60年来韩国战斗机第一次起飞去，你不要说拦截，应该是警戒，怕苏凯30跟这个轰6还有 Tu-95这些飞机太接近了我们韩国的防空识别区的时候，会不会擦枪走火？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次不仅仅是让日本会警醒，而且也让韩国的李在明会说，你要晓得我们中韩一向友好，但有一天要是局势变了，你脑袋要先想清楚，你到底要站哪一边，是最大的警示。好，这是解放军特别对日韩美台做出的一个警告，这个是在军事上面的施压。另外一方面，我们今天也会特别来解读的是这个大陆的动作，还有在其他的外交上面做更多的施压，包括了经济，这个被称为是冷宫外交。等一下请聂老师来帮我们特别做解读，包括了几个动作：禁止日本的海鲜旅游市井，取消文化交流。经济学人说，这样子的冷宫外交是把伤害降到最小，可是威慑可以最大化，其中就是要告诉日本说，台湾问题是一个红线，你不要碰，要让这个人民心存恐惧，那目标就达成了。这跟美国的经济制裁又有什么样的不一样？聂老师又怎么看 ？OK， 刚讲冷宫外交，其实大家了解一下冷宫，我们以前说打入冷宫，好 ，OK， 你打入冷宫，当然就会害怕，这处罚的一种方式啊。这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叫主从关系，通常比较高位的人才会对低位的人说：“我要把你打入冷宫，对不对？”美国一向如此啊！我用301方案，我用紧急这个条款，我就觉得你谁不听我话，我就把你打入冷宫，就让你这个各地方都受不了。现在有底气的国家就2个嘛，美国现在还是有，中国我们的对岸真的已经强到非常有底气，尤其这一次啊，中日事件，我觉得就很多场电影都出现，你看J-15、F-15这种，马上锁定这个火控雷达，lock up 你。马上告诉你，你再出问题，马上就毁了。所以他回去，还有第2辆英勇的战士还回来，又待了30几分钟。我一讲，这个都是电影情节，这很有趣。不过真的表面有趣，暗底下真的不有趣。也就是这个国际间的问题啊，这地缘政治，只要弄到了一定高点，那有一些国家是没有办法接受。尤其我们讲对岸对日本，我们讲台湾真的有事，好像也不太会有事，因为对岸不太会打台湾。日本真的有事，我告诉你，真的就会有事。敲桌子，因为激动了。我再跟你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这次我们的对岸已经强调很多，说我们剑已经上旋了，枪已经上膛了，随时你只要再忍我就打，但是要师出有名，所以很难师出有名。他先做一些冷宫制裁，当然这个美国也做很多嘛，当然这一套蛮像的，就中国也惯用啊，只要底气到了就可以用，就是主人可以对你不听话的小弟讲这种话。当然，不管怎么说，就是他第一个，首先这个你的海鲜进口，他也帮你守住了，发布了旅游警讯，而且那个艺人到中国也被有没有像这个攻击部这些也被中国呢所有很多的限制。当然，他所做的很多事情也会被人家讲话也就是他会自伤嘛，你打人家也会伤。尤其你现在做很多动作，不管这次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说中国有没有先预警日本，或者说预警之后呢，即便预警，你还是有点想故意过红线，因为从我的角度来看，现在中国是很敢这样做。我故意靠近，但也没有完全靠近，日本就会怕。
他就一定要有飞机上来。当然他也不叫侦察机，他是 F 就准备战斗的 F-15就上来了，不是侦察机先说叫你走哦，就马上上来。那歼-15还好一样嘛，是军力，但人家的科技已经到达一定的，马上用火控雷达帮你锁住。这个雷达定位太厉害了，所以日本就会出问题。那我现在一个重点就是，现在这个问题等等一直发生，现在又跟俄国这样子来嘛哈。我觉得这个恶霸之名一定会被，尤其西方的主导的美国世界去讲，民主联盟一定说中国现在在惹事。好，那我觉得不怕，因为这种已经被讲很多，像他们在定什么世界的轴心4国有没有？不就已经在讲这个从伊朗也在里面，俄国、中国这几个国家，北非就是 CRINC 轴心4国，这种恶名他也不怕了。我觉得他们现在在讲说，他们一定要达他最大的目的，也就是当然一定会伤，就是让伤害最小化。你刚刚讲的这个威慑最大化。对。不过现在还讲说，这次因为我讲对岸的底气到了一定水准之后，他现在在做的就是施压还有示威的动作。而且他不但是他收回这个话，这还不够哦。你让我捡到一把枪了，我枪又上膛了，你还要做到刚刚你最后讲的很重要，你一定要承认台湾是 PROC 不可分割的领土的一部分。他甚至要他最后到承认，搞不好你光收的还不够，所以我觉得中国现在可能要的更多，甚至领土上，琉球之前的钓鱼岛，我觉得中国现在要随时动弹不难了。他现在这一次在琉球附近，琉球他也不一定多么重视，因为他重视台湾，重中之重。可是琉球我觉得也是他准备要做的动作，后面大概就是台湾。我觉得这个有一系列的动作会在后面演出。我们持续要来关心到的是，中俄现在联手对日本发动了海空的夹击式威吓之后，《华尔街日报》这边又爆出了一个最新的解析，说如果接下来北京决定攻台，那么解放军会采取的3阶段攻势。今天就这些议题带观众朋友来特别的做关心，有没有可能祭出中国大陆的东风快递呢？好，来看到的是今天的3个我们要来讨论的话题。首先，中国大陆的攻台3阶段曝光了吗？包括了东风17跟东风26被视为是可能会来使用的武器，组成多轨机、高超音速的导弹雨。美日防空能够撑住第一波的打击吗？第二件事情是昨天的一个最新的新闻，是日本打造的飞弹群岛要来对抗。包括了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吗？在这边建的160座的岛屿，全部都给它武装化，是第一岛链的新盾牌，还是可能成为这个北京东风飞弹的固定箭靶呢？最后，我们今天也会来关心到的是，大陆当时歼15不是视距外锁定了 F-15吗？当时去查了一下，到底怎么一回事？那确实现在看起来，日本的战机还没有看到敌人，就已经被瞄准了30分钟。空优现在是属于在解放军这边的胜过日本吗？今天都会就这些议题来一起做关心。我们赶快看到，如果这是《华尔街日报》报道了，他说，如果北京决定攻台，解放军会采取的3阶段攻势当中，因为它有3个阶段，但是我们今天会特别讨论到的其中一个阶段，就是他提到说，中国会对日本还有关岛等第一岛链的军队发动来自于飞弹的一个攻势哦。那么其实呢，麻省理工的专家这边也特别做了一些解读，他说中国的飞弹有一些优势，包括不仅是数量很多，而且种类非常的多。美军的防御系统呀，要小心来应对了，因为它的飞弹有不同的轨迹、不同的方向、速度跟类型等等。第一波还可能会遭遇到北京的东风17，而且最致命、该担心的就是来自于东风26飞弹的一场攻击。好，节目一开始要请教舰长怎么看了这些飞弹攻击到底有多难应付？东风17跟东风26刚刚提到的2款飞弹，为何会在这个时候被媒体特别点名？舰长怎么看？首先我要说，我这一辈子就是军人嘛，就在研究解放军。那最近我觉得两岸局势越来越紧张，所以我现在花了很大的精神在研究两岸如果打起来会怎么样。那我今天听到这个《华尔街日报》这个，我跟你讲，他的话绝对不要信。如果未来的武统是这个样子，我保证你不会打。为什么？北京不会这么笨，还先去打日本，还先去打美国，这个他傻瓜他。他如果发动武统，他一定是速战速决。记住，他一定认为他可以速战速决。那他能不能做到速战速决是2回事啊。就他一定是我计划的时候，我觉得我很快结束，我怎么会让别人介入呢？我怎么会去打别人，让人家来打我？这是不可能的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至于你说了这么多武器啊，问我真的是问对了，因为我这一辈子我在海军的专业就是战斗系统。那很多的时候，你有没有听到说这各种的飞弹的射程，比如说拦截率是70%啊，千万不要相信军火商这些数字啊。那我跟你讲，异型飞弹的它的7成是怎么来的？
因为他研发完毕这一发飞弹去试射，你知道除了试射他这一个之外，还有对方的飞弹打出来，那一次不晓得花多少钱的。你以为他能够打700发？没有，大概就3发。那他们这个3发打的时候，中2发，是不是他命中率就是66.6666666，四舍五入，他们一定四舍五入不会删掉的，所以就叫做7成，知道了吧？那这个7成呢是怎么打的？我今天在这里，我准备要打这个东西，对不对？我在这里准备好了，我知道开始倒数计时，那里3、2、1发射，哦，在那里发射起来，哦，这过来，我已经知道这样，那过来我再去打它。这个就是一个叫做什么样子？就是我们这次考试，我先把题目给你，啊，回家准备一下啊，这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你完毕之后这样打，你认为暂时会这个样子吗？打仗的时候哪里发射，什么飞弹，怎么过来，通通不知道啊。可能在你睡觉的半夜打过来，所以你知道实战的时候，他那个命中率是远远比那个低的。那如果说像这次他说了这么多东西这样去打这个美军啊，如果他真打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根本没有办法去反应，几乎是拦截不了。至于他为什么说东风26、东风17，因为这2型飞弹是专门打中距离的，像东风26叫做那个关岛快递，刚好打它。那它是一个从外太空打下来的，最后能够变轨。如果你知道，如果你懂军事、懂这些科技的话，你知道一个变轨就是它几乎打不到了。为什么？所有的拦截就是一个棒球，我这样一丢。棒球，你看它上升，你就知道哪里落了嘛。落下来的那里就在那里等着它。可是它如果过程中间有一个鸟或者抓了这个棒球这样子晃一下呢，你就抓不住了，你知道？这就是变轨。那东风17啊，比变轨还厉害，而且它打得更精准，所以你就知道这2个东西都是他提出来说，这是如果我们第一岛链、第二岛链可能碰到的，那这些东西基本上我们是拦不住的。那他说了半天，其实告诉大家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美国不会管这个事情的，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好吧？好，这个是来自于美国《华尔街日报》，针对如果解放军可能做攻击的话，他释出了3阶段，他认为可能作战的方法。那另外一方面，这个是一个假设而已，但是实际上我们来看到日本的军事扩建却是实的。真的正在进行当中，而且呢，正在进行的是40年来最大的一次军事建设。首先，这个是最新消息，在台湾的周边的一个地方，沿着琉球群岛延伸的这个飞弹群岛，它把它建起来了。会接下来有160个岛屿组成的琉球湖线在这边建什么呢？反舰飞弹阵地、雷达塔、弹药库跟电子战的设施，其实不只是这样子而已。刚刚说了40年来最大规模的军事建设，还包括了哪一些？看到了，在离台湾只有110公里的这个地方，与那国岛在这边建的是电战部队，再加上反舰飞弹。持续来看到，包括了台湾附近的这个石垣岛、宫古岛，在2023到2024其实就已经完成了反舰飞弹的阵地了。冲绳早就已经有美军的空陆的海陆基地的多层部署了。那么九州也有 F-35跟长程飞弹等等，可以看到一个大的弧形哦，在这个第一岛链这边都已经建好了最大的一个军事建设。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请聂老师带我们看了日本打造的飞弹群岛，真的能够应付来自于中俄的海空飞弹吗？这些设施会不会成为中国大陆东风快递的箭靶？你又怎么看 ？OK， 我想我们的对岸中国呢，从这个经济开始呢，这10年的经济2位数经济成长，外存体赚足了世界贸易财之后。他们开始大力的扎大经济一体计划，在2014年，然后他们的科技突飞猛进，也是这个辅助了他们的军事航太，全部一直真是飞跃的提升。那当一个他们有可能对这个日本也好，或背后的美国也好有威胁的这个国家，他们必须很快做动作。那这个都是不久的事情。那川普其实2016年上来，这个与那国岛的这些所谓的飞弹群岛是在那时候建的，就2016年，而且已经建设了230人在上面哦。你现在讲的这个电子战呢，会有另外的30人上去，也就是他要扩大规模，做未来大家就电子战嘛。好，不管怎么说，它整个你刚刚讲的后来的好几个岛屿，全部把它做成了一个叫做飞弹群岛。那当然这个可能以前这都属于这个所谓日本的西南诸岛之类的，它把它变就是要围堵，等于是对岸的崛起，当然就会有一个所谓的很清楚的，就是对中国也好，或最近讲中俄的它的这个联合的军演这样的一个。协防也好，不过我现在要讲一个，就是日本到底是什么样的国家？战败之后很清楚，从联合国26国宣言开一直讲说，你们战败国未来就是要被献武的，你们是一个只有防御性武器的国家，不能有攻击性。
它现在做了很多东西，越来越像攻击，甚至就是攻击性的这个规模。你买了美国的F-15，还有F-35等等，你不是就准备要攻击，这是不对的。从联合国协商，当然从某个角度，联合国当二战之后也很久了啦，已经经过80年。或许我们说啊，这世界已经过去了，而且他们的就是他们的敌人，中国对手越来越强，他们必须这样做好，又有美国的 support。但现在重点就在，可是你这样强，你有用吗？就像这次歼-15和F-15的对视，像这个电影这个上演一样，你不觉得对岸它其实强中它还更强吗？好，那不管怎么说，我现在重点就空海陆，从任何角度你都会发现，你从战机的比例，你看4代战机，你看中国怎么才开始，5代战机不管歼35、22。还有6代成飞的歼-36也已经试飞了，然后歼-50这个审飞也都准备嗷嗷待哺要出来哦。美国现在6代战机都还很担心了，波音的这个F-47都不知道还要弄多久。现在也就是他们必须要做这些动作，所以你才会发现从2016、2023、2024他们必须建制。当然美国当然他军事也可以赚点钱，就当然也知道日本我就 support 你。但重点就是到底这些威胁对岸有没有威胁？当然会威胁到，就是他可能要花更多的力量来跟你对视。不过从军事实力来讲，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们讲空海陆或者各种东西之外，最后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要 back up。我们不能否认，日本过去是一个科技强国，也是一个资本大国。对，70年代、80年代，你的电器、汽车都很强。对。可是你知道，中国在2014年、2019年、2023年所丢的大基金1期、2期、3期计划，从 AI 5G 先到6G 到它的半导体晶圆，你知道这国家花了多少钱？你知道他们的制造业是全国布局的。美国的科技只有在矽谷，很多很优秀的人去创新，搞那个都，而且是民间企业搞创投，把东西一个一个扶持起来，甚至支持了军事国防。但是还要民间跟国家还会有些争议，像 Elon Musk 跟川普也会分离啊，也会吵。中国不一样，它是全国扎这个基因计划，而且每个地方都有制造业 spread out 非常普遍。更重要的是，它科技每个地方都有，从安徽到贵州到哪里都有。你知道它科技已经定不到，你知道到中国去看，所有东西都是科技化。重点是军事实力，未来也是科技。你今天再强，你知道吗？它背后在不管你的飞机的这个性能或者我们看到很多战争都一样，光歼-10去打那个阵风，你就知道都是因为他们所有的精准定位。我再讲一下，我很早期就在另外一台讲过一个，就是当时啊，在4、5年前、7、8年前嘛，中国就开始丢东风15，就从青海还有浙江同时一时发射，就瞄一个岛屿是。同时定点着落，一时一地发行，这就有后面的这个科学精准。那我先讲我再回想一下，2022年8月2号发生什么事 ？Nancy Pelosi 来台湾，8月9号他们做了什么事？就是6区经验，1、2、3、5、6、7，什么动作？东风15锁定它的点都很准，讲不好它折一点，折2/3等等都打到所有城市了。台湾也没有预警，他们当时就有人讲。这是东风15而已，我们东风17下去，你挡到了，你这次都没有预警到。我东风17强尾蛇的去，你根本没有办法拦截到。也就是说，实力来比的话，他们做这些东西真的打起来可以撑一阵子，当然可能就不是1、2个礼拜，可能撑几个月，最后会更惨。所以我觉得以实力来讲，我们讲真的潜在海中的龙，那真的一翻身他们会怕，就叫东风快递，也就是东风，他们这么多型东风，这一打下去，我觉得。这些群岛可能都没有用，不过他们放在群岛中打掉就算了，因为这都是小岛嘛，也没有打本土。但是真的打了以后，本土一样会受伤啊，对不对？好，聂老师帮我们特别讲到了在这个军事实力上面的比较，不管是在飞弹上面的比较，或者是在空中战机，我们要来看到它的一些系统，到底中日之间谁比较占有空优？是解放军吗？因为呢，其实之前我们不是讨论过吗？这个日本政府日前是针对了大陆的歼-15用火控雷达去锁定这个日本的 F-15战斗机的事件，于是他们就讨论，总共是召开了2次记者会，想要知道说，到底是怎么样被锁定的？那是在多远的距离外日本的战机被锁定的？到现在都没有一个结论。但是呢，来自于媒体共同社自己做爆料，他说中国战机啊，他预估可能是在50到100公里外就已经把日本战机给锁死了。他说第一次可能是50公里外锁死日本战机的，那第2次可能是100公里之外。那佳能也这边做了一个分析，他说以歼-15雷达探测的距离，他预估是可以达到170公里的。日本自卫队的 F-15的这个探测距离只有100公里。换句话说，结论他认为是非常残酷的。日本战机可能都还没有看到敌人，就已经被大陆锁死达到30分钟了，有没有可能？干哥怎么看？我想他这个是数据是可信的啊，也可以当做参考。为什么？因为丰村健司啊。他是非常知名的佳能战略研究所的
主任研究员，他不会这样子信口开河。而且这次不是由中国方面自己单方的吹嘘，是日本自己的学者讲的话。那你是不是应该要把它当做一个重要的参考呢？丰臣健司说，我们不知道哈，当一个1970年末期的设计，讲的就是 F-15战斗机，它仍然是这个在我们现在就是说在世界上面一流的战斗机，虽然它的已经是50年前的老设计了，可是说一句实在话，它仍然是在这个世界上面非常知名啊。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战机都是以色列打给你看，以色列用 F-15打遍天下无敌手，所以日本、以色列跟韩国这3个国家都是以 F-15英式战机作为他们的主力战机。可是丰臣健司他今天提出来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原来 F-15的 APG 雷达啊，它好像已经隔了一个世代了，它没有跟着上来。其实美国对于雷达的更新是非常重视的。他手下的 F-35、F-22、F-15这些飞机，甚至 F-18，你都要迭代的，你都要不断的更新，5年到了更新，10年到了更新，但日本不见得做得到。所以日本它现在 F-15身上的这个雷达到底能不能够侦测到100公里以外的东西，是一个问号。防卫厅不会告诉你实话，当然中国这边也不会跟你讲实话，因为丰臣健司说，这个歼15已经可以到了这个170公里，所以很可能双方在 F-15跟歼15在接触的时候，他们很可能是什么？很可能是中共的飞机早就已经发现你了，在170公里之外就发现你了，因为它的雷达可以看那么远。结果 F-15只能够看100公里，这中间有30分钟的差距。其实我觉得30分钟是一种夸大，不会那么久。但是意思是说，我先看到你，在空战中，我先看到你就赢了，就赢一半了。只要我先看到你，哪怕是10秒，我就打赢你了。所以他这个学者提出来的忧虑就是说，我们的雷达是不是落伍了 ？F-15号称当年是上帝的坐骑，什么叫上帝的坐骑？就是说，没有人打赢的，没有人可以打赢我，然后去把它履行实践的，叫以色列空军，打遍贝卡山谷，然后整个中东没有一个国家，叙利亚、伊拉克没有一个人敢跟以色列打。现在日本也是这个飞机到底打得赢打不赢歼15或歼16，变成日本的忧虑。我认为说他这个时候提出这个问题来非常适合，也就是说，未来中日之间的空中平衡是不是它的倾斜已经真的导向另外一边，而不再是日本这边了。好，谢谢干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